江家不是为了让我们鸡飞狗跳的，现在弄成这样，你高兴了？我有什么可高兴的？你现在是秦素，你该知道你在我们江家的目的。我有什么目的？这个问题我正想问你呢。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是做了对不起你江家的事情吗？还是做对不起江村的事情了？这个问题你得问秦素，你是秦素吗？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正面承认过你是谁。喂，好了没有？那你就直接说我脑子坏掉就好了吧？我是失忆了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反正你也不在意。失忆？行，这种鬼话你自己要是相信的话，我就敢信。我有。哎，说你呢，会开车吗？车停马路中间找死啊！好好说话，什么找死？你眼瞎吗？把车停马路中间没看到？没眼瞎，怎么说话呢？怎么就眼瞎呢？怎么了？看别人了不起吗？啊，这跟看病有什么关系？有钱你要让我挪我就挪，好好说话行不行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车上吵架闹离婚呢，那个我马上就开走啊。在大街上闹离婚，有病啊！你有病，有病！说你呢？你有病！行吧。谁要离婚？啊？谁要离婚？你自己好好反省一下吧。反省什么？啊？什么意思？哎！靠！这个疯子！你还真生气了？秦英素那种人说的话，你搭理他干嘛？你说我在江家做家庭医生做了30年，连你爸都不怀疑我的水平和人品，他凭什么呀？你不是以前一直劝我说要让我让着他点吗？怎么到你自己头上你也忍不了了？哎呀，好了，别生气了。笑一个，笑一个嘛，别做鬼脸，小心皱纹。我年轻，我才不怕呢。说说你吧，看样子心情不错呀，因为什么呀？你猜？这还用猜？还不是因为那个陈林生啊？我觉得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，再近你也是江氏地产的继承人，他呢，就是个小小的设计师啊。你要再这样的话，以后我的秘密都不跟你说了。好，咱不说陈林生了，好不好？咱说说秦英素。哎呀，这个秦英素啊，最近老给你爸看那双胞胎的照片，弄得你爸只要一看见你哥，就会说生孩子的事儿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那双胞胎是你哥的私生子呢。就你这样的人还想要孩子，你不配。秦英素不会真的怀孕了吧？不可能啊！她一直吃我给她开的药，她怎么可能怀孕呢？这事儿也说不准，因为我之前听马杰提过一嘴，好像是在垃圾箱里面看见了秦英素扔的药，当时他以为是不小心掉的。如果说秦英素没有吃你给她开的那些药的话，她怀孕就太有可能了。秦英素有那么精明吗？她比我们想象的精明多了。再说，她知道咱们2个人关系好，就算她不知道这个药有问题，提防着我，她也不会吃的。而且之前我听见她跟我哥吵架，一直在提孩子的事情。难怪她平白无故的老往疗养院跑，还没事老给你爸看双胞胎的照片。一定是她怀孕了。可能是我哥不想要这个孩子，所以秦英素去找我爸，让我爸帮他。他不敢跟你哥撕破脸，所以让你爸对你哥施加压力。这个
秦英素要真让她生下江家的孩子，这日子你以后怎么过呀？阿姨，你快想想办法吧。妈妈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得先弄清楚她到底是不是真的怀孕了啊！真是好心当做驴肝肺。你说这江家，这江村不讲理，江不二也不讲理，一家人没一个能省心的，气死我！哎呀，坏了，这钱包都不拿，他不能走着回去了吧？哎，给那钱啊！对不起啊，不用找了，谢谢，不用找了啊，谢谢啊，师傅。不好意思啊，再见啊，师傅。所有丢人的事儿都被你看上。你又跟霍芝吵架了？我发现你好像每次倒霉的事儿都跟这霍芝有关系。你少看我笑话。我找你有别的事儿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知道那个秦英素的事儿，对吧？嗯。抱歉，跟丢了。我又去了秦英素的婚前公寓啊，已经租出去了。还不止这些。今天霍芝突然跟我说她要跟我离婚，这太奇怪了。我明白了啊，明白。我肯定会盯紧了霍芝，她肯定不会跟秦英素失去联络的。她闹得越是凶，她在江家就越待不住。她凭什么离开江家？没有我的允许，她绝对不能离开江家。我一肚子火，我没地方发泄。英素，您找什么呢？我找点东西。您是在找药瓶吧？我给您留着呢。那，说实话，我也觉得老爷子有问题，这病啊越来越重。你说先生和博儿不知情，万一安医生要是隐瞒什么呢？不是对您和先生不好吗？谢谢你啊，马姐。药里面都是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就像安一秋说的，都是保健成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可我总觉得他有点奇怪。那天要不是我撞见，还不知道他要给爸吃多少药。你看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，他硬说没事儿，你说能不奇怪吗？小芝，出于朋友的立场，我劝你还是趁早离开江家。你和江村说明白，秦英素和孩子的事儿跟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，他自己的烂摊子让他自己处理，反正事情都是因他而起，能救他和孩子的只有他自己。这个游戏你玩不起，江家的人和事儿也不该你去操心。我姐那肯定是没办法，不然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有办法呀，我看只有你把她当姐姐，她根本就没有把你当妹妹呀，哪有把妹妹往火坑里推的？她也是迫不得已嘛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也没有你想的过得那么差。你看，爸是真心对我好，我也是真心亲近他的。霍芝啊，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。我知道你一直想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你照顾江村他爸，是因为你已经把他当成了亲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想过没有，早晚有一天，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还给你姐姐，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办？你能承受得住这种得而复失的感觉吗？为了姐姐，我
愿意。你姐姐，你心里就只有你姐姐，你什么时候能心疼自己呀，霍之？我快被你气死了！霍之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和江家那点破事儿，别来烦我，我不想听。也许我真的想多了。哎，再帮我来个这个红色的。好啊，好，谢谢。没事儿。小心点儿。嘿，我放先生，你需要帮助吗？嘘，我就是随便看看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我帮你盯着霍之呢。在一个什么都是婴儿车、婴儿用品店。等会儿。多少钱？一共2000。给。喂，哎，你在忙吗？对，那咱就约在老地方见，行吧？行，就酒店大堂吧。好，待会儿见。他说什么酒店？对，我去呀！哎呀，你不用催我了，我知道你别。行了，咱们挂了吧，好吧？好，我再看一眼。欢迎光临。宋太太，哎呀，江太太，买了点，这是给孩子的。哎呀，其实早都买了，只是我这段时间实在太忙了，一直没时间给你送过来。哎呀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啊，你看还行吗？哎呀，江太太的眼光啊，不会错的，而且你还很有远见。这些东西买给6个月大的孩子刚刚好。你这么有心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别客气。本来我来的时候想给你带福利院孩子画的画，结果啊给搞忘了。你电话打得太突然，我也来得太匆忙了。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好的，下次吧。我有要紧事儿要和你见一面，你有时间吗？咱们要换个见面地点，因为方秘书跟踪我。我只要继续医院看孩子，孩子好像出现呼吸不畅，我们回头再约。阿姨怎么来了？啊，刚才啊，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好在安大夫中医诊所做针灸呢。安大夫听说咱俩要见面，说有正事要找你，这不就一起来了吗？阿姨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？安大夫，坐。我刚才听宋太太说你在这儿，我就跟来了，不妨碍你们聊天吧？不妨碍啊。坐吧。好。安大夫啊，对你可关心了，说要好好帮你调理调理。我俩正说这事儿呢，你这电话就打来了，你说巧不巧？其实啊，是你爸让我给你号号脉调理调理，老爷子急着抱孙子呢。哦，难怪我会在青岛医院碰到江太太检查身体，原来早有打算，为了怀孕做准备呀。那安大夫也给江太太调理调理。好，来吧，我来先给你把把脉啊。来。
没事儿，挺好的。你这身体3年抱2个都没问题啊。那谢谢安阿姨了。不客气。那你们就聊吧，我就先走了啊。行，谢谢安大夫啊。哎呀，博儿，你放心吧，秦英素没怀孕，看来孩子的事儿就是她一厢情愿的。博儿，我先不说了，你先等会儿啊。你一直在打电话，是不是公司有事啊？要有事的话，先回去吧。你说我绿色出行，你非得弄辆自行车跟着我。我要骑去设计院，你也跟着去啊？说什么呢？我这是为了我自己身体着想，好吗？再说，你去设计院，我骑自行车就不能去啊？那赶紧走吧，谁最后到终点，谁请客吃饭啊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个陈领生，我有个事情想跟你说。这个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，一直憋在心里，不知道。如果我今天要是不告诉你的话，我可能会睡不着觉。这什么事啊？这么严肃？哎，敢骗我！医院干嘛来了？还换了身衣服。我是安一秋啊，你方便吗？我就在你们单位呢，方便的话我去看看你。好，去吧。嘿，一秋啊，你说，一晃就20年过去了。嗨，前年老同事的儿子结婚的时候，我见过你，我还真没想到你能给我打电话。说吧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路过。哎呦，我呀还是喜欢原来的你，说话直来直去，从来不拐弯抹角。好，那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说啊。这个人有印象吗？有人说他在你们医院看病。哦。多般配呀！啊，冯领生啊，就得是这样的女孩子才配得上。那什么霍之恩差了10万8千里。当初啊，要不是我有远见，坚决反对他们结婚，领生哪能碰上这么好的女孩啊？行了，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还提小芝干什么呀？哎，再说他们也没说是朋友关系啊，人家不是工作关系。你懂什么呀你？喂，快！哎。陈领生，你说你自行车玩不过我，你游戏你也打不过我，你可真笨呢！出息！我还以为你会狠狠宰我一顿呢，你非要吃我妈做的饭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懂什么呀？家里做的饭才好吃呢。我从小的饭啊都是保姆做的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还是觉得陈阿姨做的饭比较有家的味道。来，吃水果。谢谢叔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当然不用客气啦。
博尔啊，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你的家啊，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，想吃什么就跟阿姨说啊。那我提前谢谢阿姨了。哎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妈，什么时候能吃饭呀？你做的满汉全席呢？我乐意，你管得着吗？我帮你，我帮你。不用，没事。博尔还用我？哎，他自己玩。不用。哎，你洗手啊。先吃一个嘛。爸，来开喝。还有一条鱼。有。拿酒杯。喂？什么？姐，你怎么突然又搬到酒店来住了？你说，这段时间你都做什么了？我什么也没做呀。先是方秘书，又是安一秋。安一秋又怎么了？安一秋跟踪我到医院，差点撞见我看孩子。江家人已经怀疑你了，你到底干什么了？我真没做。会不会是我给爸看了孩子的照片？什么？你给爸看孩子的照片？你跟我商量过吗？你这样干是为什么呀？我没说孩子是谁的，我只不过想给爸看看，试试爸的态度。你害死我了你！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只要做好你的情愫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。江家从上到下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，论心计，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现在把我害得很被动，你知道吗？孩子刚刚平稳下来，我现在又要想办法给他们转院。要是出个3长2短，你就是要我的命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姐，我真的只是想帮你。你什么都不做才是帮我。小芝，姐刚才太激动了，我真的是很害怕。对不起，小芝，姐不该打你，都是我的错。姐，你也先冷静一下。其实我觉得江村这段时间变了，我不知道他以前为什么不喜欢孩子，但我知道他现在愿意接纳孩子，而且他很喜欢孩子。小芝，你才认识江村几天？我跟他结婚2年了，我比你要了解他。你们是不是真的有误会呢？夫妻之间就应该互相坦诚，很多事情没必要弄成这样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，我们的事情你不要管，你怎么就听不懂呢？接吧，该来的总是要来的。喂？什么？爸不见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姐，我得回去了，爸不见了。行，你赶紧去吧。记住了，回去什么都不要说，什么都不要做。算我求你了，江家人已经起疑心了，你不能再做任何事情让他们怀疑了，知道吗？尤其是孩子，一个字儿都不许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连个人都看不住？是不是一个人出去了？到底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老爷子最近记性不太好，要是出去了，我怕他找不到回来的路。先生，江村，视频我已经看过了，你爸是自己走的，我已经报过案了。我就是担心你爸的心脏要是出了事儿，就麻烦了。我去给老爷子倒水吃药，可一转身人就不见了。老爷子犯病的时候，我看也看不住。哦，安医生说老爷子心脏不好，我担心老爷子犯心脏病。他不会真的出事儿吧？不能等了，爸身体不好也走不远，我们附近仔细找一找，好吧？我陪博儿去吧。刚才博儿在我家吃饭，接到电话腿都软了，我怕他开车不安全，就送他过来了。江总，我陪博儿去找吧。辛苦了，阿姨，我们一起。好，我开车，那我留在这儿吧。
我在网上发布一些寻人启事，说不定会有人看到爸。行，这儿本来也要留个人，爸回来了马上给我打电话，交给你了。爸一个人，万一心脏病发了怎么办？他爸身上装着苏小九心丸呢，而且他行动虽然不行，但是脑子还算清楚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先别自己吓自己啊。喂，一秋啊，老刘啊，怎么是你啊？你上次让我打听那个人啊，我还真给你打听到了。啊，这个人啊，还真是我们的病人患者呢。对，住院那个是他的双胞胎的儿子。一秋啊，你确定是他吗？没错，我们小儿科的医生啊，经常派他去看孩子的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老刘。哎，还有，我呢，顺便给你问一下孩子的病情。其中有一个孩子得了严重的心脏病，病情啊已经稳定下来了，这个你放心。谢谢了。是谁的电话？爸找到了。不是，我一个老同事。去你外面看看吧。好。你现在跟我说还来得及，你告诉我，爸到底怎么了？江太太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这段时间我就觉得爸不对劲儿。医生已经说了，爸只是轻度中风的后遗症，就算是行动不方便，也不至于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记得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们给他吃了什么药，有什么问题了？怎么可能？所有的药都是安医生给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？爸一直都是你在照顾他。好，就算你不想说也没关系，等人江村回来，我会让他好好问问你。如果爸没事儿也就算了，如果真有个什么事儿，你看他会不会放过你？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是老爷子自己走出去的，不关你的事儿。你觉得江村会信吗？在我看来，你肯定是偷懒，不然怎么会连老爷子什么时候走出去都不知道？江太太，我是不会偷懒的。老爷子的痴呆越来越严重，我也看不住啊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爸痴呆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。其实，老爷子得的是老年痴呆症，之前还看不出来，可是最近几个月越来越严重，情况时好时坏的，还经常记不住事儿。江村知道吗？只有安医生知道。他说老爷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也不许我告诉你们。江太太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不是故意要瞒你们，真的不关我的事啊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别紧张，忙你的去吧。又是安依秋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来，博，凑合吃一口吧。中午在我家什么都没吃，总不能饿着肚子呀。我哪有胃口吃啊？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我爸去哪儿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，我陪你找，找到为止还不行吗？可是你说，我爸会不会一天都没有吃东西啊？你别瞎想了啊！
喂，你好。啊，对对对，是我发的寻人启事。爸找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阿姨，有没有看到我的车钥匙？啊，没看到啊。对了，这有先生的钥匙，给我吧。请保持直行。已经到达目的地附近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这哪有个人啊？你走错了。车里出来的人不是江总，是你妹妹。之前说好了，是你情报有误，跟我没关系。喂，喂，哎，我看见车了，停在路边呢，你人呢？我在树林里。哪个树林啊？我看见你了，你别动了。哎，我在这儿。怎么样了？啊？我没事儿。啊？伤着了吗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手腕伤了，还有哪儿啊？膝盖。哎呀，膝盖。我不是让你在疗养院吗？我一回去，保姆就跟我说你有急事跑出来了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幸亏我跟着自己车的导航导到你在这儿，否则怎么办？没事儿。爸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你还说没事？你看你伤的。走吧。哎呀，你先别管我，先去找爸呀。爸还没有找到。哎，安阿姨呢？安阿姨半路上高血压犯了，我把她送回疗养院了。干嘛？上来。我快上来。我能走。手给我。不稳了啊。嗯。你还是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走。抱紧一点。好了吗？好了。把你送回去，我再去找爸。走吧。
就因为江村是你跟他的孩子，你就把遗产全都留给江村，是不是？那博儿怎么办？博儿怎么办？博儿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绝不允许你们这么对待我的博儿。建国，建国，玉秋啊，该吃药了是吧？对呀，走吧，咱们回去吧啊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你说来看看他的。有吗？有。不可能，我不想见他，他也不想见我。何必呢？人都没了。啊，走吧。阿姨，你爸折腾累了，都睡了。你们都走吧，这儿有我自己就行了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在这里陪爸。你留下也没用，听话回去睡觉。明天等你爸醒了再说啊。阿姨，你在哪儿找到爸的？啊，之前你爸说他想去老宅看看，我本来也是想碰碰运气，没想到真在那儿。爸也真是的，你说想去老宅，说一声就行了吗？干嘛非自己跑去？连个电话也不打。人年龄大了，就是容易怀旧。再说了，你爸也怕你们担心啊。阿姨，你确定爸真的只是一时兴起去的老宅吗？那还能是什么呢？阿姨，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们爸的病情？齐英素，你又要找什么茬？我不是找茬，我只是觉得你们有权知道，爸的身体出了问题，他得了老年痴呆。你胡说什么？齐英素爸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还要在背地里这么诅咒他？我没有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不信，你问问安阿姨。英素，我不知道你听什么人说了什么样的话，但是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你爸身体健康。作为你爸的医生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情况。好，既然你不承认的话，我们可以带着爸去医院检查一下。齐英素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江家的女主人了是吗？江家的事情我是说的不算，那江村，你说吧，他是你爸，你难道不想知道他的身体状况吗？江村，你也不相信我？哥，安阿姨可是从小看我们长大的，这个女人才来江家几天，凭什么你相信她不相信安阿姨啊？爸醒了以后，我们带着爸去医院检查。哥，这是我的决定。江村，这么说你是觉得我隐瞒病情、拖延治疗了？可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阿姨，你想多了啊！我也是在乎爸的身体。如果真的是因素，他想多了，他多心那最好。可是万一真的有病，还是要及早治疗啊！毕竟他是我爸，而您只是我们家的家庭医生。不用了，爸。爸，是我让一秋瞒着你们的。爸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英叔说的没错啊，我是得了老年痴呆，1年前就查出来了。
是我让一秋不要告诉你们的。爸，您为什么？我就是不想让你们看到我痴呆的样。我江建国，我在商场上驰骋了一辈子，从来没被人看成笑话。我不想临了的时候，还被人当成笑柄。可您得配合治疗啊。不需要，有一秋在就行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以后我发誓再也不惹您生气了。哎呀，放心吧，爸没那么容易被打倒啊！只要你乖乖的，爸也给你发誓啊，我一定会坚持到底，然后清醒的看到你结婚生子。知道了，爸，老说这个，你以后说什么我都听您的。说的啊，爸，只要您身体好。伤得很严重啊，得去医院。没事儿，我就扭了一下，过2天就好了。来，先消一下毒。如果明天还疼的话，你必须跟我去医院，懂吗？忍着点，很快就过去了。我来吧。忍着，忍着。你懂吗？你是为了我爸爸伤的，所以别跟我客气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你跟秦英素一直都这么见外吗？以前是，现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之前为什么关系不好，但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相处。虽然现在我失忆了，但以后我们更要坦诚一些。怎么坦诚？就比如说遇到问题，我们双方都说出来，然后一起去解决问题，这不是夫妻应该做的吗？当然，我心里有一个疑问想问你，你能坦诚地回答我吗？什么疑问？没什么，早点休息吧，伤口不要沾水。我相信你和江村的未来一定会很幸福的。